是火力军浅薄了。没想到乌军的反击不仅是在国内，其特种部队还在叙利亚同俄雇佣军作战。乌军无人机艇再发威，绕过障碍摧毁俄舰船，钻入坦克内部实施打击，并加大了对俄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诺曼底登陆80周年活动后，法国宣布将向乌克兰援助幻象2000无战机和帮助训练4500名乌军士兵。俄罗斯推出 TOS-3 龙式火箭系统，使用防御龙被动防御无人机，而莱茵金属的天空游侠则集成小型无人机导弹拦截无人机。精彩资讯即将开始。火力军插播紧急资讯，援引乌克兰独立新闻社报道，乌克兰国防情报总局宣布，首次摧毁俄军苏57隐身战机。乌克兰官方表示，当地时间6月8日，乌军至少出动25架自杀式无人机与2艘无人艇，突袭俄本土与克里米亚半岛，并首次对俄罗斯南部地区的阿赫图宾斯克空军基地发动袭击。此处是俄空天军第929飞行测试中心驻地，是目前唯一已知的苏57基地，距离前线589公里。为了证明乌军取得的战果，乌克兰还公布了俄军苏57在该基地的卫星图像。根据图像显示，6月7日，苏57还完好无损，但到了6月8日，这架苏57战机附近出现弹坑与燃烧过的痕迹。不过乌克兰媒体表示，仅从卫星图像上，尚不清楚这架苏57受到多大程度的损伤。俄罗斯媒体同样报道了此事，并表示这是苏57首次遇到袭击。截至目前，俄罗斯国防部尚未就此事作出回应。据基辅邮报和商业内幕6月4日的报道，2024年3月的录影显示，乌克兰特种部队深入叙利亚，使用 RPG、迫击炮和一些无线电控制的简易炸弹袭击了叙利亚西南部的俄军检查站、据点等目标。大量俄巡逻队和军事装备被摧毁。有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乌克兰情报信息人士说，从今年初开始，乌军就在叙利亚不断对当地俄军和军事目标实施打击。可见乌军早已不满足在乌克兰和俄本土打击俄军。然而，这并不是乌克兰特种部队第一次在境外作战。今年2月份时，就曾流传出乌克兰特种部队在苏丹审讯被俘的瓦格纳佣兵的影像。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一是乌克兰要换取盟国的军事支援，二是分散俄军的注意力，缓解前线压力。三是2023年5月，乌克兰情报局局长凯里洛·布达诺夫曾发誓要消灭世界任何地方的俄军战犯，这可能是为誓言而战。不可否认，俄乌战争的外溢影响已从两国边境地带蔓延至欧洲、亚洲、非洲各地。此外，有消息称，乌克兰特种作战部队正在组建类似美军的游骑兵团编队，下辖第4、第5、第6、第7特种作战团。游骑兵大家应该不陌生，就是一股小规模可独立作战的轻装步兵单位，通常是连级规模。最早的游骑兵单位是英国陆军在新英格兰殖民地招募的几个连，他们参与了1676年的菲利普国王战争。最出名的则是如今美国陆军的第75游骑兵团，这是美国陆军特种司令部中非常精锐的空降轻装步兵战斗单位。旗下3个营在1983年10月1日和2日，第75游骑兵团参与了紧急狂暴行动。他们以危险的低空跳伞方式突击抢占了萨利内斯国际机场，从而让美军运输机得以卸下增援的第82空降师及物资。其后该部队又参加了入侵巴拿马作战。等进入21世纪后，第75游骑兵团随同美军其他部队参与了反恐战争。2001年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及叙利亚内战，并在当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早已成为美军特种作战部队的重要支援力量。由此可见，乌克兰也许并不缺乏人员，缺乏的是资金、装备、训练、轮换。若是资金援助到位，乌军能顺利组建出游骑兵团，俄乌战争恐怕就没有悬念了。为了应对乌军无人机和无人艇的打击，俄军在克里米亚设置了大量驳船、拖船、桅杆等物件，试图阻止乌军袭击克里米亚和科赤大桥，但效果并不明显。据法新社报道，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在社群平台上发布了一部长约2分钟的乌军无人艇狩猎视频。据悉，这是 GOR 麾下第9部门的一支特种单位，于6月6日凌晨以一艘无人艇为代价，成功在克里米亚半岛摧毁俄军舰船土星号或海神号。
乌克兰无人艇轻松绕过防御波船并找到目标，足以证明乌军已经具备打击克里米亚任何区域、任何目标的能力，且正在不断吸引俄罗斯将更多资源带到克里米亚，并将其摧毁，直至俄军消耗殆尽。在巴赫穆特前线，乌军一架 FPV 无人机还通过舱盖成功进入俄军海龟坦克 T72 内部，将其摧毁。没想到俄军专门为应对乌军无人机生产的战车也不顶用。此外，乌军也再次加大了对俄本土能源设施的打击力度。6月6日凌晨，乌军无人机袭击了距离前线170公里俄罗斯罗斯托夫新沙赫丁斯克炼油厂，该炼油厂的蒸馏塔的目标被彻底摧毁。同时，俄军在克拉斯达诺尔边疆区斯拉维扬斯克的炼油厂和别尔格罗德旧奥斯科尔附近的几处石油仓库也遭到无人机袭击，引发爆炸和大火。据俄罗斯卫星通讯社6月6日报道，在过去24小时内，俄军的防空系统就摧毁了来袭的48架乌军无人机、1枚海王星反舰导弹以及7枚海马斯和赤杨火箭弹，并且为了阻止乌军进一步行动，俄空军还对乌军的无人艇仓库和无人机发射场实施精准打击。由此可见，乌军针对打击俄炼油厂、油库的做法正持续摧毁俄罗斯能源经济，进而影响俄罗斯对战争的投入。值得注意的是，据乌军总司令希尔斯基透露，乌军无人系统部队的组建正在快速进行中。他表示，该部队将在乌克兰加入北约前组建完成。乌军的无人机和无人艇技术达到了世界前列，就连美军也受此影响，加速了对自主无人系统的研发，并学习如何以战争速度进行变革。据悉，如今美军每个作战司令部的每个兵种都在积极试验海陆空和水下作战的无人自动系统。6月6日，美国总统拜登在纪念诺曼底登陆80周年的演讲中，强调了支持乌克兰的重要性，称由50多个国家组成的拉姆施泰因联盟将继续支持乌克兰。法国总统马克龙也在出席该活动后表示，法国将宣布向乌克兰提供幻象2500型战斗机，这是自 F-16后援助的第2种战机，其飞行员也将由法国培训。此外，马克龙还表示，将帮助乌克兰训练4500名乌军士兵，从而为乌军组建一个新加强旅。法国的表现随着战争的不断变化越来越主动，不仅满足了乌军的需求，也兑现了法国的承诺。从最初的防御性军事装备，到凯撒等增强乌军炮兵能力的火炮，再到参与培训计划，帮助乌军提高军事技能。如今又开始提供战机，若是幻象2500战机能尽快抵达，将极大增强乌军的空战能力，从而实现更有效的防空和进攻行动。如在武器装备方面，幻象2500配备了一系列适合不同任务情况的武器，其2门30毫米的德发机炮可用于近距离作战，9个挂载点，载重达到了6300公斤，可携带短程的 R550 魔术空导弹、中短程的云木导弹、对海的 AM39 飞鱼反舰导弹，以及对地的 AS30 短程空地导弹、ASMP 导弹和斯卡普 1G 导弹。此外，它还可以携带火箭弹和航空炸弹，执行对地攻击任务，这将对俄军形成极大的威慑。6月3日时，俄罗斯国防部对外展示了其全新的 TOS-3 龙式温压火箭系统，并将其称为重型火焰喷射器。这款新武器有什么特点呢？从外观上看，不同于俄军去年才投入实战的轮式 TOS-2，TOS-3 龙式重新采用了履带式底盘，有可能是 T90 底盘。与 TOS-1 布拉提诺和 TOS-1A 日旧相比， TOS-3 发射管口径虽然仍然是220毫米，但发射管数量却从30个和24个减少到了15个。只是由于俄军 TOS 系列温压武器系统的弹药比较特殊，因此俄军对外宣称 TOS-3 仍保留着强大的火力。TOS-3 预计将使用 TOS-2 的弹药，其温压火箭弹爆炸时会将易燃化学物质散布到空气中，然后再由2次爆炸引爆，这会烧光目标区附近的氧气，制造出真空带，周遭的空气回补时会产生巨大压差，其震波杀伤范围和威力远超常规炸药，非常适合打击建筑物、洞穴、壕沟等防御工事，且射程也将提升至15公里。但 TOS-3 射程延长真的好吗？ TOS-1 的2-3公里射程本就是作为近距离直射火力支援设计的，现在扩大射程将导致弹着点散布范围增加，影响打击精度，再加上发射管数量减少，这将大大降低了火力的有效性。俄军的 TOS 俨然已从具备外科手术精确打击武器转变为一种轰炸范围广泛的武器，而且 TOS-3 也尚未解决平衡发射管的问题，其会和 TOS-1 也一样使用额外的拐杖来支撑战斗位置的装置，因此 TOS-3 仍需要在作战人员辅助下完成从行进到作战准备的过渡。
除了火力外 ，TOS-3还通过加装防御笼来防止无人机袭击，使其在战场上更具生存力。只是这相比蓝银金属的天空游侠系统显得有些寒酸。在柏林举行的2024国际航空航天展上，蓝银金属公司展示了其强大的天空游侠防空系统，并且与 MBDA 公司合作，特意增强了针对无人机的短程移动防御系统。据悉，这两家公司已经签署了一份意向书，将把 MBDA 公司的小型反无人机导弹集成到天空游侠系统上。其中 SADM 导弹负责精确瞄准远距离飞行的中小型飞机，而天空游侠系统凭借高火力、高精度的30毫米火炮，提供有效的移动防御，专门负责近距离的空中威胁。两者联手比只会装防御笼进行被动防御的俄军强得太多。而且得到加强的天空游侠系统也将凭借其快速部署能力和高机动性，成为德国永久和临时防空设置的理想选择。此外，德国的迪尔防务公司在 ILA 航展上宣布，将大幅增加 IRIS-T 防空导弹的产量，以满足乌克兰和德国自己对防空力量的需求。据悉，迪尔防务将从2026年开始，每年至少生产10套该防空系统，并从2025年开始将 IRIS-T 中程导弹的产量增加1倍，以应对俄军带来的威胁。IRIS-T 防空系统交战范围可达从12公里一直延伸到80公里，能拦截8到30公里高度的空中目标，包括但不限于战斗机、直升机、无人机、巡航导弹等。其主要特点是采用红外导引头，即使在恶劣的天气条件和对抗环境中，也能在目标探测和跟踪方面提供较高的灵敏度和精度。根据综合报道，日前，瑞典空军的施救战机在哥德堡周边公路进行了战备道起降演训，在仅有800公尺、宽16公尺的公路上，顺利完成了所有战备整备工作，展现了施救战机的短场起降能力。施救战机是瑞典第4代多用途战斗机，是萨博航空公司开发，它可以同时成为拦截机、侦察机和攻击机。施救战机的设计理念奠定了它的灵活性，让它能够在准备不足的机场运行，起飞时间短、方便且易于维护，降低它故障率的同时，尽可能地优化了它在实际作战中的能力。施救战机属于单发战机，相比于双发战机，它的重量更轻，成本更低，可靠性有了很大提升。施救战机的发动机是 RM-12 涡轮风扇发动机，具有3级风扇和7级高压压气机。风扇和压气机都采用可变迎角的定子，由单级涡轮驱动。加力燃烧室采用可变面积喷管，其面积从最小到最大都是可调的。施救战机能够携带多种武器，由惯导系统对武器进行制导和控制。子弹药可以是24枚反跑道炸弹、96枚集束弹、120枚反坦克地雷、504枚萨博44小炸弹或1848枚 M42GP 小炸弹。非制导武器包括80千克的 M50 炸弹、600千克的 M60 炸弹和 ARAK70 火箭弹。根据保加利亚军事网30日报道，欧洲战机公司打造的台风战机将继续飞下去，甚至有可能飞到2060年。这是空中巴士号和英国航太系统对于各方猜测的2040年第6代战机将取代台风战机的说法做出的正面回应。这对于采购台风战机的国家来说是个好消息。这个回应意味着在未来35年的时间里，台风战机的维修和战机都将继续下去。台风战机属于多功能战机，它拥有便于组装、效能高、隐形性强、航电系统先进等特点。与其他级别的战机相比，它的驾驶舱高度智能化，能够有效地降低驾驶员的工作量，较少的操作步骤就能够达成相关的功能。同时还加装了语音识别输入，可以用口语启动指令，加快操作流程。台风战机采用了先进的飞机设计理念，机身超过70%用的都是复合材料，这让机身更加的轻盈，配合4重控制系统的人工安定性，让战机在极高速和极低速下都能飞行，因此它的可靠耐用度评估最为出色。这款战机采用电脑电传操作系统，可以让驾驶员完全不必担心飞行控制，还能用软件避免做出超过机体极限的动作，让驾驶员可以专注于作战。台风战机拥有广泛的空对地轰炸能力，弥补了空军轰炸能力不足的缺点。
根据相关报道，英国、澳洲、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等5国将举行区域内5国军演。在本次军演中，将出动无人机第5代战机 F-35和 P-8A 反潜机。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勒斯表示，他们正在增加投入演习中武器的种类和演习支出，因此澳洲会在5国团结的演习中首次出动 F-35联合战斗机。F-35战斗机是美国洛克希德马丁生产，在世界上属于第5代战斗机。它的隐身设计借鉴了 F-22 的很多技术和经验，因此它拥有着较高的隐身技术，不仅减小了被发现的距离，还使全机雷达散射及红外辐射中心发生改变，导致来袭的导弹脱靶概率增大，这让 F-35 的主动干扰机、管线拖曳雷达诱饵、红外诱饵弹等对抗设备更容易奏效。F-35 的雷达反射面积分析和计算采用的是整机计算机模拟，比分段模拟更加先进、全面和准确。而且 F-35 利用头盔显示器完全代替了抬头显示器，例如联合头盔显示系统，通过偏转喷管偏航实现偏航控制，通过升力风扇和发动机推力分离器实现俯仰控制。包括主发动机在内的整个推进系统的长度为 9.37 米，悬停总推力为 175.3千牛，短距起飞推力为 169.5千牛。根据国防新闻报道，近日美陆军 M1E3 主力战车开发小组主任诺曼准将透露，这款战车已经根据初步设计展开研制，由美国通用动力陆地系统呈交提案，陆军采购部门正在进行审查，相关的研制过程预计将在今年秋季确定时间。早在去年的时候，美国陆军就曾宣布展开了新一代艾布兰 M1E3 主力战车的开发，用来取代原有的 SEPV4 构型升级计划。而项目官员近期指出，这个计划案已经进入了初步设计的阶段，未来将朝着高机动、新动力系以及主动防御3大方面着手，有希望和新一代步战车 XM30 同步服役。诺曼强调 ，M1E3 将会与现在服役的艾布兰战车截然不同。在接下来的18个月的时间，大约到明年年底左右，军方将针对计划运用到新战车的工程科技进行测试，如自动装弹机制、混合动力系、整合式主动防御系统，力求达成新一代艾布兰战车瘦身的重大目标。他指出，现役的 M1A2SEP 系列的车型吨位达到73吨左右，未来将借着加装遥控炮塔等方式调整车身的配置，使 M1E3 的车重降到60吨以下。根据商业内部报道，近日在俄乌战争中 Max X Pro 装甲车脱颖而出。据影像资料显示，乌克兰武装部队的一辆 Max X Pro 装甲车经历了俄罗斯3次炮火攻击，仍然能够继续驰骋，带领士兵撤离。Max X Pro 装甲车是美国和以色列共同开发的，是美国防地雷伏击计划的一部分。这款装甲车拥有微型车身结构，这个结构能够在遇到地雷爆炸的时候，让产生的爆炸波从两侧逸散，从而减少对车组人员的伤害，并被设计为抵御导弹武器火力，被设计成抵御弹道武器火力、地雷爆炸、简易爆炸装置和其他新出现的威胁。该车可以容纳乘坐12人，它的炮塔装有一挺 7.62 或者 12.7 毫米的机枪，由一名机枪手操作，可以遥控射击，避免暴露的弱点。根据荷兰开源情报网站统计，已经确认乌克兰已经损失了90辆坦克，但里面的成员大多能够及时的出逃。美国表示，事实证明，在这些车辆对乌克兰的战争至关重要，就算它的橡胶轮被炸没了，它还是能够靠着轮毂驶回安全地带。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对乌军的海外反击以及其先进的无人系统部队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